疼死我了！哎呦，哎，都怪这个小精卫那么拼命追我干嘛？我本来就不认路，这是到哪儿了呀？啊，这个斜方怎么这么奇怪啊？这是齐阳山吗？喂！有人擅闯禁地山谷，有分头去找，快！没有异样吧？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。小家伙是你啊！哦，帝君，帝君，这什么奇怪的地方啊？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，我就不能进去啊3万年，东华，你的结局终究会到来，会按照我的设想一一成真。禀国君，有人擅闯禁地。紫衣白发，东华帝君，走！东华帝君，为何要擅闯我魔族禁地？有异状，本君特来查看。查看？帝君可是忘了这里是魔族，自然由我会看管。是他撞向我的。什么？我前来查看，还没落地，谁知他正好在我脚下。如果你心疼，向太晨宫要求赔偿便是。这魔族的人也太颠倒黑白了，明明是那妖兽想加害于我，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凤车姐姐，快被魔族发现，会给达人威胁请求。可是帝君是为了救我才跟魔族起争执的呀，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。哎呀，凤车姐姐，你过去只会添乱。帝君天庭公主，谁能奈何得了她呀？可是走吧。小精卫，你就不能轻一点啊！我跟你有仇啊，你公报私仇。怎么回事？精卫失误，让凤九殿下误入险境，幸得东华帝君相救。东华帝君？东华帝君，东华帝君好英俊啊！都是些绕口的大道理，所有古书都是这样写，好没意思。唉。久住心，以达专注一去之境。什么意思啊？小说，哎，小九，快进来。小说，今日在学堂有一事我实在是不太明白，想要向小叔请教。久住心以达专注一去之境，因此而一念为神，一念为魔。所谓久住心，乃是修习禅定的9个层次，即内住、等住、安住、静住、调顺、寂静、最极寂静、专注一去和等待。倘若一个人的内心达到专注一去之境，那便是心已安住，百乱不侵了。
那为魔为神也没什么区别，端看他的个人喜好，他想成什么就成什么。倘若九柱星达到等待之境，又更是一番新景象。世间只有西天梵境的佛祖修持到这个境地，悟得众生即佛陀，佛陀即众生。哦，啊，这个跟禅有关系的，果然很玄妙啊。那带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。小九，这是我做的，回去带给你父亲。啊，好，谢谢小舍。既然帝君从前非神非魔，只是择了神道弃了魔道，可是他为什么会选了神道呢？神族魔族除了族类不同，似乎也没什么区分。况且魔族还有那么多的美女。遮颜上神，遮颜上神，遮颜上神，此次学熟的夫子留了洪荒众神考的课业，回去还要交功课的。只是小九有一问题实在是不明。遮颜上神学识渊博，小九特意来向遮颜上神请教。我这里有小叔做的书法玉簪，是小九拿来给遮颜上神的谢礼。题目是什么？敢问上神，东华帝君当初为何会择了神族呢？东华是怎么选择了神族？唉，史书记载，洪荒之始，天祸连连，唯有神族所居之地，风调雨顺，子民安居乐业。东华帝君探查缘故，得知是神族具修5戒：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妄语，四不淫邪，五不饮酒。此德昭昭感化上苍，于是免去了对我们神族的责难，给予我们许多功德善果。帝君听闻此事，十分感动，于是便选择了神族，摒弃魔族，愿此生仅以神族法相现世，并用大慈大悲大菩萨之心，普度八荒众生。果然是清闲无为的东华，果然是无欲无求的帝君，果然是史册传闻中那个最傲岸、耿介、冷漠、有神仙味的东华帝君。你呢，就照我说的写，保证你拿高分。上神如此说，莫非还有什么隐情啊？东华是在碧海苍灵化世，经历了许多磨难。你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打架打得很有出息，可惜他本人对于一统天下一直没有多大兴趣。碧海之外各族在那儿打来打去，一些无缘参与大战又不愿意安生的小怪惹到他头上，他就把他们一一收拾。这些小怪等级虽低，头上也是有人罩着的。那些罩着他们的魔头觉得面子被服了，就来找东华的晦气。小魔头上面有中魔头，中魔头上面有大魔头，东华就一路把他们都收拾了。蓦然回首的时候，四海八荒最大的魔头已经收拾成小弟了。哎，别看他常年一副冰块脸，他呀很讨女孩子欢心的。也不知魔族哪个魔头家的小姐，当时很有盛名，行事颇放荡，看中哪个男子，当夜即同对方一笑冤梦。这位小姐自见了东华，便爱上相思。尊座半夜归家，可让妾身等得好苦啊！没想到尊座如此心急。丢出去了啊！丢出去好，丢出去好。那位魔族小姐仍然不死心，扎扎实实被丢出去好几回。这件事啊，慢慢传开了，许多魔族女子便觉得，虽然注定要被东华丢出去，但听说他都是温文尔雅的把女孩子从床上抱起来，轻轻抱到门口，再温柔的给丢出去。既然这样，能在他怀里躺上一时片刻，也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享受。能够被帝君抱在怀里，那该是什么样的感受？从此以后啊，更多魔族小姐前仆后继，他们总有办法解开东华帝君设下的结界。东华就懒得再设结界了，在每夜入睡前把美女从他房里丢出去，当做一种修行。就这么过了几年，有一天，帝君，你就收下我做徒弟，让我跟在你身边吧。哎呀，帝君！哎呀，所以啊，后来父神到碧海苍灵岩妖东华的时候，东华二话不说就跟着父神走了。这就是后世东华帝君选择神族摒弃魔族的传说的真相。可惜啊，神族的女子相比魔族虽然较为规矩，但东华为了清闲，还是不得不避入了太晨宫。那东华帝君他既不喜欢女孩子，又不喜欢男孩子，那他喜欢什么呀？好问题，我揣测他喜欢的是那种毛茸茸，然后油亮亮的。他喜欢猴子。毛茸茸油亮亮的不一定是猴子吧？
我是看他前后3头坐骑都是圆毛，所以揣测他更重于圆毛一些。那我也是圆毛的，你觉得他会喜欢我吗？随口问问，随口一问。他应该更喜欢威猛一些的。他前后3头坐骑都是什么狮子、老虎。我威不威猛啊？你要向帝君报恩？九重天相传，帝君英雄救美的事竟然是真的。此次可是救命之恩呢，我们青丘一定是有恩必报的。所以，要不我作为一个仙娥，在帝君身边伺候他如何？这怎么行？那太荒唐了。那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呀。那不然司命，你说说，我该如何帮到帝君？或者说，他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？以帝君老人家的身份，也确实不需要谁再为他做什么了。这不就得了？可你是青丘未来的女君，这么做有失身份。这有何难？我只要不让人发现我是谁就好了嘛。哎呀，你就帮我扮作小仙娥滚进太晨宫吧。再说折颜上神他都答应我了，你看额间的凤羽花都被他隐去了。我怎么觉着你是早就安排妥当，就等着诓我入局了呢？哎呀，那你到底是帮不帮我们？就连折颜上神都帮我了，你还是不是我的好朋友？是好朋友你就别这么逼我。哎呦，好司命，你就帮帮我吧，你只要让我扮作小仙娥进入太晨宫便好了。如果说就连你这个掌管人世命运的司命星君都不帮我，那谁还会帮我这只可怜弱小又无助的小狐狸？此事非同小可，你让我再想想。哎呀，司命星君，你也知道我将来是要做青丘女君的人，如果让我爹爹和娘亲知道我曾知恩未报的话，我会是什么下场吗？什么下场？我会无颜面对我的虎虎孙孙，更别说要引领他们在青丘幸福的生活了，只能被逐出青丘，四处漂泊。司命星君，你忍心看到我这个样子吗？青丘最小最可爱的帝姬，变成前无古时的小苦狐。司命星君啊！我再好好查查青丘的律例，看看是否还……好，我答应你，那你也答应我，只管报恩，其他的闲事莫要去管啊。谢谢司命星君生前，成功了。我是担心你一腔热情付诸东流啊。小殿下，你记住啊，只为报恩，千万不要暴露了你青丘帝姬的身份。放心吧，做小仙娥就是要懂得忍耐嘛，一切都是为了报恩。我也不求你忍耐，别惹出什么大麻烦。哎，知道了。小九来啦！小九人呢？小九，后面。一兴奋尾巴就给露出来了。这太兴奋了，容易爆。你回来吧，跟我走。不行，来都来了，我才不回去的。我这玩意儿，小心点。重林仙官，干嘛呀？嘘。公主，此次新入宫的宫娥已在宫外候着了，就等你亲自挑选。让他们进来。是。拜见公主殿下。一脸妖媚，分明心怀不轨，不可留。是。你这副楚楚可怜的姿态做给谁看呢？也不能留。是。这些管事的究竟是怎么挑选宫娥的？一个两个看着就不让人省心，祸患无穷，还不如干脆一个不留。是，公主殿下。这一排全部都下去吧。是。你把头抬起来。我做狐仙帮友，千万不要！我要见帝君，我要报恩，这还没见到面就被踢出去，可要被司命笑死了。启禀公主，公主殿下，东华帝君回宫了。回宫了？到哪儿了？离宫门还有几10丈远。